中国高调抵制日本，延长对日惩罚4个月，但日本那边的网友却拍手叫好，甚至喊出干脆无限期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国这些年画下的红线多到可以铺成红地毯，全世界反而沿着这条地毯走向台湾取经，难道大家真的要彻底去中化了吗？让我们把时间线梳理清楚，深入探讨这背后的因果和讽刺意味。首先，事情的起点发生在不久前，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抛出了一句震撼性的宣誓，他公开表示，台湾若有事，日本不可能袖手旁观。这番话等于直接点明，若台海爆发冲突，日本可能行使集体自卫权介入驻。高市的原意是，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对北京而言，这无疑踩中了最敏感的神经。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共反复强调的核心利益和红线。高市早苗的发言等于在世界麦克风前揭露，日本已经准备好和美国一起防卫台湾，打破中共妄想在亚太各个击破的企图。北京当局大为恼火，认定这是对其权威的公然挑衅。接下来，中国立即展开了一系列强硬反击，先是在外交场合上表现出前所未见的粗暴姿态。中国外交部连日来痛批高市早苗严重越线挑衅，措辞激烈到罕见地用上侮辱性字眼，甚至还传出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的人公开放话威胁，扬言日本若干涉台湾，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这种言论近乎黑社会式的恐吓，让人不禁错愕。大国外交何至沦落到以斩首威胁他国领袖的地步？北京显然想通过语言攻势给东京施加心理压力，但这还只是开始。紧接着，中国在军事上也动起真格，官方大张旗鼓宣布要在黄海举行实弹射击演习，虽说实际规模不大，只是在自家海岸用岸防火炮打2炮，但官媒连篇累牍，渲染浑然不觉，自我营造出一副军事压迫日本的声势。同时，在更贴近日本的东海方向，中国海警船频繁出没于钓鱼台列屿，日本称间隔诸岛海域。从11月中旬开始，中方海警连续多日贴近敏感的12海里领海线巡航，在日本家门口上演长时间的灰色地带施压。这些举动就是要告诉日本，我们不光会动嘴，也会动手脚，你敢乱来，只支持台湾，我们就在你周边虎视眈眈。日本民众甚至一度担心，解放军会不会哪天突然飞弹试射，把落点故意安排在冲绳附近的海域来恫吓。然而中国目前采取的仍属于有限度但高调的军事示威，在气势上务必要装出随时准备开打的样子。除了外交叫骂和军事恐吓，北京还端出了经济大棒，对日本多方位出击。首先，中国外交部在11月中旬直接发布通告，呼吁中国民众近期避免前往日本旅游、留学，这其实就是半官方层面的旅游禁令。中国3大航空公司国航、东航、南航马上响应号召，宣布所有今年底之前中国飞日本的机票都可以免费退票、改期。此举一出，据说已有超过50万张机票被取消，近1000班航班喊卡，不少准备赴日的中国游客行程被搅黄，旅行业者也瞬间傻眼。紧接着，中国当局嫌力度不够，又在12月初进一步通知，把这项免费退改签赴日机票的优惠政策延长到2026年3月下旬。也就是说，未来4个多月内的赴日航班，中国乘客都能无条件退改。表面看起来是贴心服务，实际目的是要让中国人彻底打消去日本的念头，反正机票可以白退，何不就此作罢？北京巴不得中国游客一个都别踏上日本国土，以示对高市言论的抗议。中国不仅封锁了人流，也出手卡商品贸易。早在2023年福岛核电厂处理水排海风波时，北京就禁止了日本水产品进口。到了2025年6月，曾一度在某些地区有限解禁。但如今，日本首相言行激怒北京，中方再次翻脸。11月下旬，中国政府忽然以日方未提供充分的放射性物质安全资料为由，重新暂停了日本海产进口。可怜日本北海道的渔民刚刚重启对华出口没多久，一船冷冻扇贝在海上航行，结果抵达中国港口前就被通知原路返回。
约700家已经申请对华出口水产的日本业者，审批程序也全部停滞。除此之外，中国还传出终止恢复进口日本牛肉的谈判，仿佛要在食品领域把日本彻底拒之门外才甘心。中国老百姓爱吃的日本和牛、北海道扇贝，现在统统进不了中国市场。北京此时不惜自断美食，也要给日本一记耳光，意图很明确，让日本经济受到痛楚，文化交流也难逃池鱼之殃。近期多位日本艺人在中国的演出接连被取消，不是临时喊卡就是中途掐断。例如在上海万代嘉年华活动上，日籍歌手大龟真希正要演唱人气动漫《航海王》的主题曲 VR， 结果唱到一半，主办方突然拉闸断电，台下观众目瞪口呆，官方给的理由通通冠上不可抗力之名，但谁都清楚背后的政治考量。而最戏剧化的一幕，要数日国天后滨崎步在上海的演唱会，原定上万名观众的演出，前一晚突然被以同样理由取消，观众全被挡在场馆外。然而滨崎步不愿向无形压力低头，他决定照唱不误。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几乎传奇的场景，空荡荡的上海体育馆里，滨崎步带着乐队和舞者，面对14000个空椅子，从头到尾唱完整场演出。他用这种罕见的方式抗议了那双看不见的审查之手。事后他在社交媒体感叹，这是人生中最难忘的演出之一。这场献给空椅子的演唱会霎时震动了中日两国网络。对粉丝而言，他早已超越娱乐范畴，成为一个艺术反抗现实压迫的象征时刻。可以说，中共对日本实施的文化封锁，反倒逼出了艺术家惊人的骨气与创举，也让更多人反思，到底是谁在决定艺术与交流的界限。至此，我们梳理了中国对日本祭出的种种报复，从外交口诛笔伐、军事恫吓，到经贸制裁、文化封杀，外加资讯战与法律战，例如渲染日本、间谍威胁、炒作、琉球主权未定论，甚至写信给联合国状告日本等等，可谓七武器齐发，务求让日本在国际上难堪，在经济上受损，在心理上恐惧，逼迫东京当局对北京低头道歉。北京的如意算盘是给你日本一个杀鸡儆猴的下马威，看谁还敢跟着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吱声。尤其高市早苗刚上任首相不久，中共研判这位女性领袖可能只是说说大话，真遇到中国强硬反应就会知难而退。然而中国当局真的能如愿以偿吗？他们千算万算，恐怕漏算了一件事，日本人早已不是当年那般对中国卑躬屈膝，日本政府和民意的走向如今大不相同了。事与愿违的是，北京的连番重拳并没有砸出他想要的效果。高市早苗非但没有收回言论，反而在国会和媒体上继续强调日本捍卫台海和平的决心。日本政府上下对中国这波粗暴的威吓保持了相当克制但坚定的态度，不主动挑衅，但也绝不让步。在国际场合，日方持续和美国、欧洲盟友强调台海稳定的重要性，没有因为中国的叫嚣而噤声。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甚至在一次公开记者会上巧妙怼回了中国媒体的挑衅提问。当有中国记者想套他说出台湾属于中国的话，茂木灵机一动回一句，你我的理解不太一样，轻松带过，没有上套，让对方自讨没趣。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并没有被中共的气势所吓倒，反而以不卑不亢的方式继续推动自己的外交主张。这对习惯了别人唯唯诺诺的北京而言，无疑是个不小的挫败。更令北京头疼的是日本民间的反应。根据调查，将近90%的日本国民对中国没有好感，这个比例高达 88%。 换言之，中共在日本早已民心尽失。中国越是咄咄逼人，越会刺激日本社会的反感与反弹。高市早苗政府的对华强硬立场在国内其实得到广泛支持。多项媒体民调显示，日本多数民众认可政府在台海问题上的表现，认为面对中国霸凌就该强硬。高市的个人支持率也过了半数，足见日本民意并不买北京的账。北京自以为打出组合拳能逼日本就范，却忽略了日本人骨子里的韧劲和国际声誉的在乎。他们宁可咬牙调整产业，也不愿向胁迫低头。事实上，
从经贸层面看，中方的制裁也未必达成预期效果。以水产品为例，2023年中方首次进日海鲜时，日本业者就在政府帮助下积极开拓中国以外的新市场，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华依赖。因此这回中国再度禁运，日本渔业者明显镇定许多，反正你中国市场不可靠，早就有所准备，没了你，我们一样把货卖到其他地方。类似的还有观光业，虽然中国游客过去是日本旅游市场大宗，但疫情3年断流后，日本各观光胜地已努力吸引更多欧美和东南亚游客填补缺口。近年来，京都、大阪的街头，韩国、东南亚游客川流不息，中国游客即使恢复了，也是零星散客居多，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垄断景点生意。因此，当北京再次挥舞旅游禁令的大棒时，日本许多业者心想，那就暂时不来也罢，我们撑得住。甚至有观光景点的居民私下调侃，少了大陆旅行团的喧嚣，我们的古街反而清静了不少。最绝妙的莫过于日本网友对此事的冷嘲热讽。在中国宣布延长赴日航班免费退改政策后，日本社交媒体上出现了让北京意想不到的言论风向。许多日本网友一边转发新闻，一边欢呼，这简直是提前送来的圣诞礼物。有人打趣道，中国朋友们，感谢你们自愿放弃来日本赏樱看枫叶，我们自己的景点终于不那么挤了。还有人干脆喊话，不要只延4个月啊，无限期停止最好。日本网民的玩笑话背后其实藏着一丝解脱的真心，他们见识过部分中国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与小粉红在日捣乱。例如之前有中国游客在富士山违规乱丢垃圾，引发批评，因此对某些中国客源并不留恋。如今北京自舍这块市场，反而让日本有机会提升观光品质。一些评论更直接点出，中国这哪是在制裁日本，根本是在制裁自己嘛。中国不让自家人来日本旅游，日本少赚点钱，可中国的航空公司、旅行社、免税店损失更大。中国进日本海鲜，日本渔民能找别的买家，但中国老饕们吃不到心心念念的生鱼片和螃蟹，只能干瞪眼。有网友把北京这种行径比喻成自己关门打自己耳光，全世界看了笑话。最传神的一个比喻来自资深媒体人石坂明夫，他说中国现在的做法让他想起古惑仔对峙的场景，两帮人剑拔弩张要动手，结果其中一派的大哥忽然拔出刀照自己大腿连捅2下，还凶神恶煞地吼，看见没，老子连自己都敢捅，更别说捅你。石坂感叹，这就是中国在对日经济报复中的写照，伤敌1000，自损800，而且场面既荒谬又滑稽。此番调侃在网络疯传，连中国境内也有人暗暗点头。这次抵制日本究竟是给日本难看，还是让自家企业流血？答案已昭然若揭。那么北京当局为何甘冒自伤800的风险，也要把对日强硬进行到底？除了对高市早苗言论本身的震怒，有分析指出，这背后还夹杂了中国内部政治经济的算计。近期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巨大，房地产暴雷，失业率攀升，地方债务沉重，习近平政权面临不少民怨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挑起民族主义情绪往往是中共惯用的转移焦点手段。回顾历史，1989年后，中共利用所谓爱国教育重拾民心。2012年钓鱼台主权争端时，中共默许全国爆发大规模反日示威，以凝聚民族共识。2013年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也是趁国内经济放缓之际打爱国牌。如今高市早苗的发言提供了一个绝佳靶子，习近平正好借机强化对日强硬姿态，煽动国内的民族愤怒。一时间中国各地网络充斥着抗日喊杀的喧嚣，把民众注意力从高失业率、经济颓势暂时拉开。对北京而言，与其说是忍无可忍去惩治日本，不如说这正是精心算计的一步棋，透过对外冲突来巩固内部团结。然而火借风势是容易，引火烧身却也危险。中共这次对日反应过火，很可能低估了国际联手反制的决心，甚至有将自身进一步推向孤立的风险。北京想转移矛盾，却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谈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提中共那数不清的红线外交。长期以来，北京逢人便说某某事项是不可触碰的红线，
清单之长令人啧舌，从台湾、香港、新疆、西藏到南海主权、萨德导弹、五眼联盟，再到最近的福岛排水、地图标注，甚至某国议员私人访台，都被扣上踩红线的大帽子。中共动辄高喊绝不容忍，后果自负，红线画了一条又一条，范围无限扩张。结果呢，红线画太多就形同虚设。一位网友讽刺道，中共的红线多到都能织成一条红地毯了。没错，当你到处设禁区，到头来哪里都不是禁区，反而给他人铺平了道路。如今这条红地毯正从北京一路铺向台北，许多原本对涉台议题犹豫的国际人士反而踏上这块红毯，纷纷走向台湾。中共自己把路给人家铺好了，这绝非夸张之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近年来在许多过去避忌的领域公然踩北京红线，而北京除了跳脚，竟也拿不出有效的阻拦手段。最明显的莫过于各国对台湾的接触。中共对台湾领导人访问他国严防死守，对外国政要访台更是声嘶力竭的恐吓。早些年，大国领袖访台几乎难以想象，因为各国顾及北京脸色，不愿刺激他的红线。然而2022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理北京威胁，毅然访台，开了先例。当时中共气得连放数日飞弹进行军演，但对佩洛西本人毫无办法，只能对着自家电视机前的人民宣称，我们严厉警告了。佩洛西事件后，本以为各国会因此却步，孰料结果完全相反。1年多来，踏上台湾土地的各国议会领袖、部长级官员一批接着一批，美国两党议员团就不说了，欧洲议会副议长、公众人物纷至沓来，就连对北京相对温和的欧洲国家，像德国、法国，也都有官员和前官员接连访问台北，强调不该把台湾拒之门外。中共扬言这些都是红线，但越是叫喊，来者越多。北京的抗议仿佛变成了一种广告效应，每当他警告不许 XX 访台，全球新闻一报道，反而让更多人认识到，为何不能访台？去看看又如何？于是一波又一波的国际友人踏上了北京眼中的禁地，结果台北宾客营门，热闹非凡。对照之下，北京自己显得气急败坏，却孤掌难鸣。红线在这种情况下俨然成了别国政要勇气的勋章，越被你说不能做，我偏做给你看。中共用力过猛，反伤了自身威信。更值得玩味的是，有些国家过去对中共唯命是从，现在也开始公开唱反调。比如立陶宛这个波罗的海小国，先前毅然让台湾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激怒北京。中共一顿经济制裁砸下去，以为立陶宛会扛不住，结果欧盟、美国齐声支援立陶宛，帮他抵消损失。而立陶宛撑住后更加强硬，其他欧洲小国也深受启发。捷克新任总统干脆亲自率团访台，所到之处大谈民主伙伴，引来台湾民众夹道欢迎。这一幕要是放在几年前，简直难以想象。欧洲领导人如此高调友台，无疑正踩在中共最在意的红线上起舞。然而红线的恐吓力已今非昔比，北京除了召见一下大使，出口恶言，拿这些国家毫无办法。相反，越来越多国家从这些案例中得到鼓舞，原来忤逆北京没那么可怕，只要大家团结一致，中共反而不敢轻举妄动。红线政策在全球碰壁，只会诱发更多的效仿者。一条条曾经神圣不可侵犯的红线，如今变成各国争相试探的虚线。北京自己把墙绘成了地毯，正引导着世人朝他最不愿见的方向行进。而这条红地毯的终点正是台湾。如今我们看到一种有趣的现象，几年前还相对低调的台湾，近年成了国际舞台的耀眼焦点。各国政要、企业家、军事交流团接踵而至，仿佛全世界都跑来台湾取经。取什么经呢？一言以蔽之，取如何对付中共之经。台湾在与中共对抗、共存的漫长历程中累积了宝贵经验，现在颇受各国青睐。就拿资讯战来说，台湾社会早就深受中国网军假消息渗透之害，但亦培养出高度的媒体素养和公民觉醒。2023年底，欧洲议会第一次正式派出对抗外来势力干预特别委员会代表团访问台湾。
蔡英文总统亲自在总统府接见这批欧洲议员，他开心地说，这是欧洲议会史上首个官方访台代表团，我方乐于分享台湾打击假讯息、维护民主的实战经验。欧洲朋友们频频点头，他们此行就是来向台湾学习如何抵挡境外，主要指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资讯干预。可以说，北京多年的认知作战，反而令台湾在民主防卫领域成了世界教师爷，让欧洲人都要拜师取经，这何其讽刺！不止政治与情报领域，全世界在经济科技上也纷纷向台湾靠拢。众所周知，台湾掌握着全球晶片制造的命脉，中共这些年的扩张与威胁，更凸显了台湾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美国、日本、欧洲各国近来积极与台湾加强晶片合作，就是怕中共哪天动粗，造成供应链断裂。华盛顿邀请台积电赴美设厂，东京、新竹两地工程师互访交流。欧盟也抛出科技合作计划，大家表面说是商业合作，骨子里都是为了对冲中国可能的威胁，确保未来高科技供应不被北京卡脖子。以往或许有人担心和台湾走太近会冒犯北京，但现在这种顾虑被淡化，国家安全和产业安全至上，管他中共开心不开心呢？这种态势下，台湾反而成了香饽饽，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希望拉拢台湾做伙伴，一起打造更安全的供应链。不久前，美国还首度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环太平洋军演的相关研讨，并由美军火商组团来台交流无人机、飞弹技术，探讨国防供应链去中化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连严肃的军事领域，西方也在寻求与台湾协作，减少对中国制零部件的依赖。很难想象，若没有中共的咄咄逼人，台湾能在如此短时间内获得这么多实质性的国际合作机会。北京不是总抱怨台湾在搞去中国化吗？讽刺的是，他自己的一系列霸道行径，正把全世界都推向去中共化、去中国依赖化的道路，而台湾则顺势而为，提供经验和资源，成为全球抗衡中国影响力的一个战略支点。谈到去中化，我们需要区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在台湾内部，所谓去中国化，通常指的是在文化教育和认同上淡化与中国的链接，例如课本里不再只讲中国历史，更多介绍台湾本土史，官方语言强调正体中文和本土语言的价值，对中国大陆的简体字文化不再追捧，公共场合移除威权、时代亲中符号等等。这些举措常被北京斥为文化台独，但实际上是台湾民主化后顺理成章的本土意识抬头。而另一个层次则是国际上的去中化，特别是供应链与战略布局的调整。近年来，脱钩和去风险成了欧美政坛的热词，指的就是降低对中国的依赖。虽然各国官方嘴上避讳直接说脱离中国，但行动上已经开始谨慎地和中国经济脱钩。美国限制高阶晶片和尖端设备出口中国，严禁敏感技术交流。日本提供补贴，鼓励制造业把工厂从中国迁回本土或友好国家。欧洲则审查中国资本在关键产业制定替代方案，甚至在文化教育领域，全球都有去中趋势。不少国家关闭了由北京出资的孔子学院，警惕其宣传渗透。社交媒体上抵制抖音、TikTok 的声浪此起彼伏，因为它背后的中国企业可能对用户资料不利。各国情报单位也加强防范中国间谍，提高中国公民赴敏感机构任职的门槛等等。种种迹象显示，国际社会正有意识地与中共政权进行区隔，把鸡蛋从中国篮子里慢慢移出来，以免某天被中国当作威胁工具。这或许谈不上彻底去中化，但相较10年前，全世界对中国市场和技术的高度依赖，如今的确出现了一股部分去中的明显潮流。可以预见，如果北京继续我行我素，这股潮流将会更加壮大，甚至可能在某些领域达到近乎彻底的程度。届时，失去全球信任的中国将难以接触到关键技术，产品也进不了高端市场，那才是真正把自己封锁在自家筑起的围墙内。回头看这场中国抵制日本延长4个月的闹剧，我们不禁感慨万千。中国一边叫嚣着增设红线，一边举着自残刀子警告他人，日本则冷眼旁观，干脆利用对手犯傻来推进自身脱离中国的准备。
中共红线满天飞，最后却变成全世界的踏脚石。大家顺着红毯拜访台湾，合作抗中。这一进程中，中国的威吓不仅没能让对手屈服，反而不停透支着自己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试想，如果中国真的无限期抵制日本，又会如何？日本大概依旧我行我素，该发展军备就发展，该亲近台湾就亲近，而中国只能把自己关得更紧。在这种零和对抗的剧本里，中共每喊一次不准，别人就多一分反感；每划一道红线，他国就多找一条绕过红线的路。当年毛泽东曾妄言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如今习近平对外逢斗必争，却不见得得到其乐，反而可能在一次次误判中耗掉中国发展的重要机遇。4个月的抵制期间转瞬即逝，世界不会等中国醒悟。如果北京当局继续无限期的延长它的强硬和封闭，那么其他国家也只会无限期的加速远离中国，自行组建起没有中国的平行秩序。到那一天，中国想不去中化都难，因为被去中化将成为现实世界照常运转，只是缺席了把自己孤立起来的中国。这真是当今国际政治一幅耐人寻味的图景，红线遍地，红毯铺地，各走各路，各取所需。中国的决策者们可曾预料到，他们亲手为别人铺设的红毯，正引领着全球走向一条与中国渐行渐远的未来。希望在棋局走到不可挽回之前，他们能猛醒过来吧。